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近期 Alphabet 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公司总收入达到1198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0%。Google Cloud 收入达到248亿美元，同比增长82%，创下历史上最强劲的增长季度。谷歌搜索广告收入也达到633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17%。过去2年，市场一直担心 ChatGPT 和其他人工智能产品会分走谷歌搜索流量，但最新数据反而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增加搜索次数，也在帮助谷歌卖出更多广告。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份让股价大涨的财报，结果 Alphabet 的股价在盘后下跌。市场担心的不是收入，也不是利润，而是公司再次上调资本开支。Alphabet 现在预计2026年资本开支将达到1950亿至2050亿美元，比上一季度的预测又增加了150亿美元。公司正在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购买服务器，铺设网络，并扩大自己设计的 TPU 人工智能芯片产能。搜索业务仍然非常赚钱，云业务也开始爆发。但投资者突然发现，人工智能时代的谷歌可能不再是一家只需要几台服务器就可以不断印钱的轻资产互联网公司。Alphabet 已经证明，人工智能暂时没有摧毁搜索，但为了守住搜索，为了追赶最强模型，也为了在云计算市场继续扩大份额，公司需要投入前所未有的资金。今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谷歌能不能参加人工智能竞争，而是这场竞争究竟能带来多大的长期回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观看。做这类深度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Google 的故事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斯坦福大学。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当时都在研究一个快速膨胀的问题。互联网网页越来越多，但人们很难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早期搜索引擎主要根据关键词出现次数决定排名。一篇内容质量很差的网页，只要重复很多次同一个词，也可能排在前面。拉里·佩奇想到，学术论文的价值经常通过引用数量判断。一篇论文被越多重要论文引用，通常说明它越值得关注。网页之间的链接也可以看成一种引用。两个人因此开发出 PageRank 算法，通过网页之间的链接关系判断重要性。Google 最早并不是因为页面更漂亮，而是因为搜索结果更有用。用户输入一个问题，通常更快找到想要的答案。这听起来只是一个技术进步，却建立了后来最强大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之一。搜索和普通媒体不同，电视广告面对的是一群可能对产品感兴趣的人，搜索广告面对的却是已经表达需求的人。一个人搜索附近的牙医、纽约机票或者最好的笔记本电脑，说明他距离消费决策已经很近。广告商愿意为这种意图支付更高价格。Google 后来推出按照点击收费的广告系统，广告商不需要一次性购买大块广告位，而是竞价购买关键词。用户点击广告以后 ，Google 才收钱。中小企业第一次可以用较低预算，根据实际效果投放广告。广告主越多，关键词竞价越激烈， Google 获得的收入越高。用户越多，广告效果越好，广告效果越好，更多商家愿意加入。这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网络效应。Google 随后不断扩大入口，公司收购 YouTube， 推出 Chrome 浏览器，建立 Android 的操作系统，发展 Gmail、Google Maps 和 Google Drive。很多产品免费提供，看起来没有直接赚钱，但它们让用户更长时间留在 Google 生态中，也让公司获得更多搜索流量和广告数据。Android 尤其重要。智能手机出现后， Google 不能让苹果或者微软完全控制移动互联网入口。Android 免费提供给手机厂商，迅速成为全球使用最广泛的移动操作系统。Google 搜索、Chrome、YouTube 和应用商店也因此进入数十亿部手机。苹果设备则通过默认搜索协议，把大量高价值用户带给 Google。
这种模式让 Google 成为历史上利润最高的公司之一。搜索广告不需要建造工厂，也没有传统零售商的大量库存，每增加一次搜索，边际成本很低，广告收入增长以后，大部分毛利润可以转化成现金流。Alphabet 因此有能力长期投资自动驾驶、生命科学、量子计算和其他暂时无法盈利的项目。不过，这套模式也有一个隐含假设，用户必须继续通过搜索框寻找信息，然后点击网页或者广告。如果用户开始直接向人工智能提问，不再浏览10个蓝色链接， Google 最核心的广告入口就可能被削弱。2022年底 ChatGPT 突然爆发，用户发现很多问题不需要再打开多个网页，人工智能可以直接总结答案、写邮件、生成代码，甚至完成复杂研究。微软随后把 OpenAI 技术接入必应搜索，市场第一次认真讨论 Google 搜索是否可能像过去的雅虎一样被下一代产品取代。这个担忧并不荒唐，传统搜索把用户送到外部网站， Google 在搜索结果旁边展示广告，生成式人工智能则直接给出答案。如果用户已经获得完整答案，点击网页和广告的必要性都会下降。人工智能回答还需要更多计算资源，单次查询成本通常高于传统关键词搜索。如果收入下降，成本上升， Google 过去极高的搜索利润率就会受到双重挤压。Google 最初的反应并不顺利， Bard 发布时出现事实错误，市场担心这家最早投入人工智能研究的公司反而在产品化上落后。 Google 内部也面临一个经典创新者困境，它当然有能力推出人工智能答案，但每一次直接回答都可能减少用户点击原有搜索广告。新产品越成功，越可能伤害旧业务。Alphabet 现在采取的策略不是保护旧搜索不变，而是主动把人工智能放进搜索。AI Overviews 会在传统结果上方生成总结， AI Mode 则让用户用更接近聊天的方式连续提问。用户可以提出更长、更复杂的问题，不需要把一个任务拆成多个关键词。这项变化最重要的地方是 Google 正在证明人工智能不一定减少搜索。管理层表示， AI Overviews 和 AI Mode 增加了整体查询量，用户会问以前不容易通过搜索表达的问题，比如一个人过去可能搜索适合儿童的纽约景点，现在可以直接问，带一个8岁孩子在纽约玩2天，下雨，预算有限，应该怎么安排？这种问题包含更多背景，也更接近真实决策。更长的问题也可以带来更精准的广告。Google 知道用户的地点、预算、时间和需求，就可以展示更合适的酒店、门票、餐厅和商品。公司已经开始在 AI Overviews 和 AI Mode 中加入广告。换句话说， Google 没有简单的让人工智能取代广告，而是在尝试把广告放进新的答案界面。最新财报给了这个策略非常重要的支持。2026年第2季度 Google 广告收入达到816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搜索及其他广告收入达到633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17%。YouTube 广告收入也达到110亿美元。人工智能目前没有让广告机器停下来，反而帮助用户提出更多问题。不过 Google 守住搜索并不代表所有参与者都会受益。过去搜索引擎把用户送到新闻网站、博客、电商平台和专业论坛，网站通过访问量获得广告或者订阅收入。AI Overviews 直接总结内容后，用户可能不再点击原始网页，出版商承担内容生产成本， Google 却在自己的页面上保留用户并展示广告，这会带来一个长期矛盾。如果网站发现为 Google 提供内容无法获得流量，他们可能减少投入，限制人工智能抓取，或者要求分成。 Google 的回答质量依赖整个互联网持续生产高质量内容，但人工智能搜索可能削弱这些内容生产者的收入。短期内 Google 可以提高用户体验，长期看它必须找到一种让出版商仍然愿意参与的模式。
除了搜索 ，Alphabet 近期变化最大的业务是 Google Cloud。Google 很早就拥有全球领先的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技术，但云计算商业化长期落后于亚马逊和微软。亚马逊网络服务最早把计算资源变成按使用量付费的产品，微软则利用企业软件关系推动了 Azure。Google Cloud 技术很强，销售能力和企业客户基础却相对较弱。人工智能改变了这个局面，企业训练和运行模型需要大量芯片、存储和网络。很多客户不愿意只依赖英伟达，也不希望把所有工作交给一家云服务商。Google 既能提供英伟达芯片，也能提供自己设计的 TPU， 还拥有 Gemini 模型、数据分析、安全和开发工具。2026年第二季度 ，Google Cloud 收入达到248亿美元，同比增长82%。高于上一季度的63%，也远高于市场原来的预期。这不是一个小型业务从低基数增长。Google Cloud 已经达到接近1000亿美元的年化收入规模，增长速度却仍然超过80%。公司还首次开始确认直接销售 TPU 芯片的收入。TPU 是 Google 为人工智能计算设计的专用芯片。过去这些芯片主要在公司内部使用，支持搜索、YouTube 和 Gemini。现在 Google 开始把 TPU 作为云服务和硬件能力提供给外部客户。TPU 的战略意义很大，英伟达仍然控制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市场，但芯片价格高，供应也可能受限。Google 如果能够用 TPU 提供有竞争力的性能和成本，就可以降低自己对英伟达的依赖，也可以吸引更多客户进入 Google Cloud。客户一旦使用 TPU、Gemini 和 Google 的数据工具，迁移到其他平台的成本也会增加。但云业务的爆发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了 Alphabet 新增产能。公司管理层表示，过去3年已经大幅扩大基础设施，但客户需求仍然高于供应。这听起来是好消息，却意味着 Google 必须继续花更多钱。Alphabet 把2026年资本开支指引提高到1950亿至205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仅远高于公司几年前的水平，也接近很多大型工业企业多年的投资总和。资金主要用于服务器、数据中心、网络设备和人工智能芯片。过去的 Google 更像一台数字印钞机，搜索广告带来收入，新增用户不需要对应建设新的门店或者工厂。现在每增加一批人工智能用户和云客户，公司可能都需要投入更多计算资源。模型越大，推理次数越多，数据中心消耗的电力和芯片也越多。华尔街日报在财报后特别关注 Alphabet 的自由现金流转为负数。公司利润仍然很高，但资本开支增长得更快。Alphabet 不是没有钱，而是正在把过去积累的大量现金重新投入基础设施。投资者担心的并不是公司短期能否支付账单，而是这些数据中心未来能否产生足够回报。这里需要区分2种可能。乐观情景是 Alphabet 正在建设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搜索、YouTube、Cloud、Gemini 和 Waymo都可以共享芯片、模型和数据中心。资本开支虽然高，但未来会形成新的收入来源。Google Cloud 继续扩大份额 ，TPU 对外销售增长 ，Gemini 订阅增加，搜索广告也通过人工智能获得更多商业查询。今天的投入就像过去建设全球服务器网络，最终会形成更深的护城河。悲观情景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逐渐商品化，微软、亚马逊、Meta、OpenAI、Anthropic 和中国模型公司都在投入巨额资金，模型能力差距不断缩小，客户可以在不同平台之间迁移。Google 花费2000亿美元建设产能，最后却只能通过降价吸引客户，收入增长很快，资本回报率却不断下降。Gemini 本身也面临竞争压力。Google 拥有 DeepMind 顶级研究人员和庞大算力，在多模态、搜索整合和消费者分发方面有明显优势。Gemini 可以直接进入 Android、Chrome、Workspace 和 Google 搜索，这是大多数人工智能公司无法复制的入口。但 Google 在部分人工智能编程和智能代理产品上仍然落后，公司推迟了 Gemini 3.5 Pro 的发布。管理层也承认，在智能代理编程等领域需要改善。OpenAI 和 Anthropic 不断推出面向企业和开发者的新工具，中国开源模型又在降低使用成本。这说明人工智能竞争不是拥有一个强模型就结束，开发者会比较编程能力，企业会比较安全、价格和稳定性，普通用户则会比较产品体验。Google 拥有最完整的分发渠道，但它仍然需要保持模型处于第一梯队。只要落后几个产品周期，
用户和开发者就可能建立新的习惯。Alphabet 还有一些容易被搜索和云业务掩盖的资产。YouTube 已经不只是一家广告平台，它拥有广告、音乐订阅、电视订阅和创作者生态。Alphabet 在2026年6月表示，公司整体订阅用户已经达到 3.5 亿，主要由 YouTube 和 Google One 推动。订阅收入可以降低公司对广告周期的依赖，也能让人工智能存储和高级功能直接变现。Waymo 则进入了新的扩张阶段。自动驾驶过去长期被认为是 Alphabet 烧钱的实验项目，但 Waymo 已经在多个城市提供无人驾驶出行服务。公司在2026年初获得新的融资和估值，并计划继续介入更多城市。如果自动驾驶最终形成规模， Alphabet 可能拥有搜索、云计算之外的第3个大型平台。不过 Waymo 仍然需要车辆、传感器、运营团队和监管许可，商业模式比软件更重，它的价值可以很高，却很难像搜索广告一样迅速复制。Alphabet 的未来正在同时向2个方向发展，一方面人工智能让搜索和软件更强，另一方面数据中心、芯片和自动驾驶让公司越来越依赖实体资产。监管则是另一条不能忽略的风险。Google 已经在美国搜索和广告技术案件中被认定存在垄断行为。2025年12月，美国法院针对搜索案件发布最终判决。2026年仍在持续监督公司执行相关措施。广告技术案件也让 Google 面临业务调整压力。监管机构关注的不只是公司市场份额，而是 Google 是否利用 Chrome、Android、默认协议和广告交易工具，把不同环节锁在自己的生态中。欧洲的要求正在进一步扩大。2026年7月，欧盟要求 Google 向人工智能助手和搜索竞争对手开放部分 Android 的功能，并分享一部分用于优化搜索的匿名数据。对手未来可能更容易在 Android 设备上提供语音助手、预订和搜索服务。这些措施未必会立刻摧毁 Google， 但会逐渐降低默认入口带来的优势。过去用户购买手机以后， Google 搜索、Chrome 和其他服务已经预先存在。未来监管机构可能要求更多选择，也可能限制 Google 向合作伙伴支付默认搜索费用。Alphabet 的反垄断风险很难简单量化，极端情景包括出售部分业务或者限制内部数据共享，但实际结果通常会经过多年诉讼和执行。更现实的影响是 Google 需要开放更多接口，减少排他性协议，并让竞争对手获得更公平的分发机会，这会提高竞争强度，也可能减少部分高利润收入。从财务角度看， Alphabet 仍然是一家非常强的公司。第2季度收入达到1198亿美元，广告业务保持增长，云业务正在爆发，资产负债表也足以支持巨额投资。公司还持有大量外部股权投资。第2季度净利润受到一次性投资收益明显推动，其中包括 SpaceX 上市带来的估值收益，因此不能直接把当季每股收益作为正常盈利水平。投资者更应该关注经常性经营利润和自由现金流。搜索广告和 Cloud 的增长证明核心业务依然强劲，但资本开支已经成为估值中最重要的变量。过去市场习惯用净利润给 Alphabet 估值，因为资本开支相对可控。未来可能需要同时观察折旧、数据中心利用率、云业务利润率和资本回报。按照2026年7月22日财报前后大约349美元的股价计算， Alphabet 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明显低于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的便宜股票。市场已经认可它在人工智能搜索和云计算中的位置，也把 Waymo、TPU 和订阅业务的一部分潜在价值放进股价。多头会认为 Google 拥有搜索入口、全球用户、顶级模型、自研芯片和云平台，是少数能够把人工智能从基础设施一直变现到广告和订阅的公司。其他人工智能公司可能拥有强模型，却没有 Google 的分发。云厂商可能拥有数据中心，却没有 Google 每天数十亿次搜索产生的真实需求。空头担心的则是 Alphabet 正在用极高资本开支保护一个增长逐渐成熟的广告业务。Google Cloud 虽然增长很快，却需要持续投资。Gemini 如果无法长期保持领先，基础设施可能变成价格竞争的工具。监管还可能削弱 Chrome、Android 和默认搜索协议带来的入口优势。我的判断是，人工智能目前没有破坏 Alphabet 的核心商业模式，
反而帮助公司重新加速。搜索收入增长接近 17%， 说明用户没有大规模离开。Google Cloud 增长 82%， 说明 Alphabet 也不再只是把人工智能当成防守工具，而是在获得新的企业收入。但 Alphabet 的投资逻辑已经和几年前不同。过去购买 Alphabet 主要是在购买一个高利润、轻资产、拥有巨大网络效应的广告平台。今天购买 Alphabet 还要接受它每年可能投入接近2000亿美元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公司的收入机会变得更大，竞争范围也变得更广，但资本密集度和执行风险都在上升。接下来最重要的几个指标不只是搜索广告增速，投资者还需要观察 Google Cloud 的增长能否在规模扩大后保持，云业务利润率能否覆盖不断增加的折旧， TPU 能否真正成为外部收入来源， Gemini 在编程和智能代理领域能否追上竞争对手，以及资本开支什么时候可以低于经营现金流增长。 Alphabet 已经证明 Google 搜索不会因为一个聊天机器人立刻消失，真正改变公司的是为了让搜索、云计算和 Gemini 继续领先，它必须建设一套比过去昂贵得多的基础设施。如果这些投资让 Google 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搜索入口、云平台和芯片供应商，今天的资本开支可能是未来10年最重要的护城河。如果模型逐渐同质化，云计算陷入价格竞争，用户又开始从 Google 转向独立的人工智能助手，那么 Alphabet 可能拥有更大的收入，却不再拥有过去那样轻松的现金流。所以 Alphabet 近期最值得关注的变化，不是搜索有没有被人工智能取代，而是这家公司正在从全球最赚钱的互联网广告平台，变成一家广告、云计算、人工智能芯片和实体基础设施同时驱动的综合科技集团。谷歌没有输掉人工智能竞争，但赢下这场竞争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高。感谢大家观看，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